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和谭松韵的 CP 感为什么这么强？你磕到，这是吧？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复杂在于你很难用某一个名场面去概括他们的化学反应，简单在于他们俩只要站在同一画面里，空气就自动变了味。不是刻意营业，不是糖点堆砌，而是一种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的默契。如果一定要找个入口，那就从看开始。徐凯的眼神是有层次的，低头时睫毛压住光，像是把情绪收紧；抬眼时目光又会毫无防备地铺开，温度刚好，不灼人，却足够让对方靠近。而谭松韵恰好是那种接得住的类型，她的笑不是舞台式的标准弧度，而是会随着对方的情绪轻轻晃动。于是当徐凯垂眸，他的笑意就像被风推了一下，顺着那道目光自然流过去。很多观众第一次被击中的并不是所谓的高光戏，而是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瞬间，比如两人并肩站着，没有台词，没有配乐，谭松韵抬手整理衣领，动作轻得像是不小心，徐凯的手却在那一刻停住了，像是一时慢了半拍。没有碰撞，却胜过所有拥抱。这种暧昧不是写在剧本里的，而是发生在演员之间的真实反应。观众的心跳就是被这些不经意拽快的。他们的 CP 感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双向，不是一个人拼命输出情绪，另一个人被动接收，而是你来我往，彼此确认。徐凯的角色气质里常带着一点疏离感，像是习惯把锋芒藏在安静里；谭松韵则自带亲和，却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韧性极强的温柔。他能看见他的沉默，也懂得在恰当的时候靠近一步，他也读得懂他的跳脱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收住，什么时候该放手。这种互动让爱情不再像工业流水线上的糖点拼贴，它更像是命运在平行时空里提前埋下的暗线，一旦两个人站到同一坐标上，那些线就自动亮起。观众感受到的不是他们在演恋爱，而是他们好像真的懂对方。这种灵魂层面的共振，才是 CP 感最奢侈也最难复制的部分。不少网友都提到一个细节，他们的距离感拿捏得太准了，靠得太近会显得用力，离得太远又少了心动。而徐凯和谭松韵总是停在一个让人忍不住想再靠近一点的位置，那种若即若离让观众产生参与感，仿佛只要多看一秒就能捕捉到情绪溢出的瞬间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关于这对组合的讨论往往不是单纯的客风了，而更像一种温柔的集体共鸣。有人说，他们让我相信原来爱情可以这么安静。有人感慨，没有狗血桥段，却每一眼都在心上。还有人直接祝福，这种默契真的很难得，希望他们未来一路顺风。双引号。更有细心的观众把花絮翻了一遍又一遍，发现他们在镜头外的状态反而更耐人寻味，不是刻意贴近，也不是避嫌疏远，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舒适区。站在一起时，身体语言是松弛的，表情是放下防备的。这种放松往往比任何甜蜜动作都更有说服力。从表演层面看，两人也形成了很好的互补。徐凯的情绪表达偏内敛，很多东西藏在停顿和眼神里；谭松韵则擅长用细碎的表情变化，把情绪一点点铺开。当他们对戏时，节奏会被拉得很舒服，不急不慢，却层层递进。观众不是被强行喂糖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情绪包围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对 CP 带来的感受常常超越具体作品本身。你会发现，哪怕只是看到他们同框的照片，或者一段短短的互动视频，
心里都会泛起一点柔软。这种感觉和剧情无关，和人设无关，更像是对美好关系的一种投射。难怪有网友评价的特别精准，他们不是在制造心动，而是在保护心动，不消耗，不透支，只是把那份刚刚好的暧昧与理解安静地放在那里，任由观众自己去感受。所以徐凯和谭松韵的 CP 感为什么这么强？答案或许并不华丽，因为他们让人看见了一种稀缺的东西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却真实存在的情感连接。那是一种站在一起就足够成立的关系，一种不用解释也不用证明的默契。这种让人反复回味的 CP 感，并不是一时的新鲜刺激，而是一种后劲极强的情绪残留。你可能在刷到他们同框的那一秒并没有尖叫，但过一会儿，脑子却会不受控制地把那个画面重新调出来，再看一遍，再多停留几秒，然后你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已经被击中了。很多观众都说，他们最戳人的地方在于像但不一样，两个人身上都带着少年气，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一个偏安静，一个偏灵动，一个习惯把情绪往里收，一个擅长把情绪轻轻抛出来。正是这种差异，让他们站在一起时形成了一种极其舒服的张力，不抢不压，却彼此成就。有人形容他们的互动像慢镜头里的风，不是轰轰烈烈的吹过，而是轻轻的、持续的存在。你不一定每一秒都能清楚感受到，但只要他们同框，气氛就会被悄悄改变。镜头语言甚至都不需要刻意配合，只要给到一个正常景别，那种暧昧和信任就会自然流淌出来。更难得的是，这种 CP 感不会因为观众的过度解读而崩塌。有些组合一旦被放大细看，就会露出用力的痕迹，要么太刻意营业，要么干脆只剩表面糖分。但他们不一样，越被拆解，越站得住。无论是眼神交流、身体距离，还是互动节奏，都经得起反复播放和逐帧分析。不少网友在评论区里这样说：他们给我的感觉不像在谈恋爱，更像在并肩。这句话其实点中了关键。比起热恋期的黏腻，观众更容易被一种我在你身边很安心的关系打动，而这种关系往往更长久，也更真实。还有人提到一个细节，让很多人瞬间破防。在某个不算重要的场合，镜头扫到他们时，谭松韵下意识地朝徐凯那边微微偏了一点点身体，动作极小，小到如果不留意就会错过。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靠近，才最有说服力，因为它不是为了镜头，而是身体比大脑更早做出的选择。从观众心理层面看，这对 CP 之所以容易被刻，还因为他们承载了一种理想化却不虚假的情感模板。没有高高在上的救世感，也没有谁依附谁的设定，而是平等、尊重、理解。你能感受到他们在彼此面前都是完整的人，而不是为了爱情而被削弱的角色。也正因如此，网络上的祝福声才会显得格外真诚。有人留言，不管以后合不合作，都希望他们各自走得稳。有人说，如果有缘在同框，我一定追，如果没有，也已经很美好了。这种不强求、不绑架的态度，反而让这段 CP 关系显得更加纯粹。说到底，观众真正迷恋的，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瞬间，而是一种被他们唤醒的情绪记忆。那是关于心动，关于理解，关于在复杂世界里依然愿意相信温柔的那一部分自己。徐凯和谭松韵只是恰好成为了这种情绪的载体。所以，当在有人问起他们最戳人的瞬间是什么，答案或许并不统一。有人会说是对视，有人会说是擦肩，有人会说是沉默里的陪伴。但所有答案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，
那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，而这种默契本身就是他们 CP 感最无可替代的来源。